你对东南亚地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是如新马泰一样有阳光沙滩的度假胜地，还是悍匪横行，民众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穷国度，亦或是有合法红灯区的迷离之所？我们看东南亚犹如雾里看花。不过如果视角互换，东南亚人看来，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是发展极好的繁华国度，还是落后贫穷，一如咱们看印度一样的视角？亦或是如日非等国一样带着偏见看待我国呢？中国人都特别有钱，对于东南亚地区，我们不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东南亚有着很多的国家，我们也应当将东南亚各国分开看待。例如中国人有钱的这个刻板印象，就并非存在于所有东南亚国家，例如新加坡和文莱两国的公民就很难会有这样的印象，因为他们的人均 GDP 比咱们高。但是对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人而言，他们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刻板印象。大家在很多新闻报道中都常常能见到这些国家的人夸赞我国，恨不得中国人赶紧组团去旅游。一位在美柬埔寨人描述过他身边发生过的一个案例，在美国同样是违背交通规则，当地人往往只需要支付一点罚金便了事，但是华人却往往需要支付数百美元，而且他们往往也愿意支付数百美元，避免自己上交通法庭。一位在越南的中国留学生也表示，大多数越南人都认为中国人很有钱，因此他们经常让我捐款，只不过不是直接捐钱，而是让我去买他们的东西。例如一些所谓的慈善义卖活动，总是会叫上我，而且要我买东西。总而言之，大多数东南亚人对于中国人都有着类似的印象，这种印象同样也能够从中国人延伸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上，有钱或许就是他们对于中国最深的印象了。中国的军事形象有多个面，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军事形象的感官是存在一定周期性影响的。例如泰国，这个国家在今天和中国有着相对密切的军事合作，但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泰国其实相当的忌惮中国。其实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亲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看法。这些国家因为对新中国了解不深，又加上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所以对我们的军事力量有所恐惧。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这些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了解逐渐加深，这种片面的看法也就随之改善了。这类国家中，尤其是以泰国、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为代表。而另一部分国家，例如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因为临近中国，对中国的了解相对较多，偏见自然会少一些。对于今天很多的东南亚国家而言，他们非常乐于和中国进行军事合作，也庆幸于自己的周边存在着一个强大并且讲道理的邻居。缅甸军方在近期还与我国密切合作，抓捕了3万多名电诈分子，移交给了我国。其他一些坚实的奔向西方的国家，如菲律宾和越南这些国家的人，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一直都非常担心中国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双方间的部分冲突。尤其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形象其实是相对负面的。但是随着中国的主动撤军，以及之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举措，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开始逐渐趋于正面。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外交领域向来秉持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或许对于这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人而言，中国的形象就像是一个2米大汉，打着赤膊露着腱子肉，一边举着哑铃，一只手还舞着刀，墙上挂满了枪，还匾着一幅字以德服人。虽然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仍然存在一定市场，但是中国的整体形象仍然趋于正面。如果说哪些东南亚人对中国的印象最深刻，那无疑就是东南亚在华留学生了。这些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而他们对于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无疑是经济发展迅速，一年一个样，中国治安极其良好，随便走夜路，科技水平高，教育发展好，军事力量极其强大。他们对于中国的观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可中国的高速发展，
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忧中国的高速发展最终会威胁到他们的母国。一份对在滇东南亚留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 71.1% 的留学生受访者认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有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但是这份数据同样显示，大约 80.4% 受访者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与自己国家的关系，另有 83.2%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同样非常重视中国。在调查中还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东南亚留学生在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好感明显加深了。例如一些越南的留学生就提到，自己在来华之前曾经非常担心因为两国较为微妙的关系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是事实上在来到中国之后，这种情况从未出现。另一位越南留学生曾经来过云南德宏，因此认为中国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但是在来到中国之后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此外，某些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好感本身就很高，甚至普遍存在因为敬仰中国才选择来中国留学的情况。例如，部分缅甸留学生就对中国心怀感激，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曾经是联合国大会上唯一支持缅甸独立的国家。一些柬埔寨留学生认为，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自己国家遭受入侵的时候，中国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入侵的反对。而自己国家的领袖西哈努克亲王和中国曾经的两位革命领袖毛主席以及周总理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还得到了两位的照顾，这使得很多柬埔寨人因此对中国心怀感激。有柬埔寨留学生表示，自己就是因为周总理说过的那句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才选择来中国留学的。就总体而言，大多数东南亚留学生在来到中国之后，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进对中国的好感，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华人群体是东南亚地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华人群体也时时刻刻不再影响着东南亚当地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很多东南亚人的中国观就是基于他的华人朋友们的中国观而形成的。新马华人眼中的中国，新马华人一直以来都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对于很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中国就是他们的祖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新马华人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甚至不少新马华人直接回到中国参加战争。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新马华人同样自认中国人，只不过因为他们出国时间的关系，早期不少人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在冷战初期，新马华人会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庆祝孙中山诞辰，纪念辛亥革命前黄花岗之役烈士殉难日等等。然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后来并未能帮助当地华人免受侵害，反倒是愈发强大的新中国震慑了马来人，使得当地华人免受侵害之苦。所以在今天，马来西亚华人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不管时局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说国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印尼华人眼中的中国，印尼华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割裂的，因为印尼华人中存在着两大群体，新客以及土生华人。新客就是新移民，他们普遍认可中国，认为中国非常强大，并且也认为中国的强大将会有力地改变他们的境遇。另一批土生华人，他们讲印尼语，严格来说已经不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成员了，但是他们也不属于印尼人。他们也认可中国的强大，但是他们对印尼的认可高于中国，认为中国的强大将会威胁到祖国印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当地政府对当地华人的强制同化。在泰国以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同样存在着对当地华人的同化情况，只不过这些国家对当地华人的同化相对较软，而这些国家的土生华人对中国的看法同样相对复杂。总的来说，东南亚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是复杂的，既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但是无疑也是一个相当强大、相当有压迫感、一个令其畏惧的存在。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并非是一个霸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国家，这也使得他们在畏惧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敬仰。
中国既然能把武器卖给巴基斯坦，为什么又要区别对待，故意冷落关系更好的朝鲜呢？最近就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一道喜讯突然从卡塔尔传回国内。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就在今年年初，受到主办国卡塔尔的邀请，巴基斯坦派出空军部队参加了一场多国联合演习。而此次巴基斯坦空军驾驶的正是前段时间中国刚刚顺利交付的歼 10CE 型战斗机。最终，中国出口的战斗机不辱使命，以9-0的夸张战绩取得完胜，让卡塔尔空军斥巨资购买的欧洲台风战斗机黯然失色。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得军迷们一片沸腾。而在欢欣鼓舞之余，就有一些朋友提议，应该把经过检验的歼 10CE 卖到更需要它的地方去，例如中国的唯一军事同盟国朝鲜。可面对这些军迷朋友的提议，军事专家们却罕见的集体给予否决。对此，有专家给出了3个理由，而最后一个最为致命。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得到中国的武器呢？2022年3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卡姆拉空军基地，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批6架歼 10CE 型战斗机。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得巴基斯坦国内一片沸腾。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更是亲自到场迎接，发表演讲，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其实，作为一个军工业并不先进的国家，巴基斯坦进口国外武器的情况并不罕见。然而，像这一次接受歼 10CE 型战斗机时弄得如此隆重，却是寥寥无几。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切都还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原来，就在这场交机仪式举行的前2天，刚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9事件。印度一枚波拉莫斯巡航导弹不慎落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虽然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还是让巴基斯坦全国上下感到愤怒不已。所以在接收中国战机的现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才会特意强调，虽然巴基斯坦人民热爱和平，但如果有人敢对巴基斯坦有其他心思，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一定会坚决反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就算没有这起误炸事件的发生，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2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早已是全世界默认的事实。但如果单单从2国的国力来看，印度几乎能够实现碾压巴基斯坦的局面。所以在多次的印巴冲突当中，印度基本都能够成为赢家，甚至在1965年的时候险些将巴基斯坦亡国。而之所以印度最后没能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出手助援。实际上，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但比起巴基斯坦，印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恶邻。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向外扩张的野心，直到今天还计划对中国的藏南图谋不轨，而且还总是使坏，在国际上给中国各种下绊子，希望着能把中国拉下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就极为重要。2015年，一位名叫张志坤的专家发表文章称，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抗衡印度的主力，有这个主力摆在那里，中国面向南亚大陆的战略就游刃有余。既如此，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讨论战略，中朝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时不时还想亲近美国的巴基斯坦更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厚此薄彼呢？事实上，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仔细比较巴基斯坦与朝鲜2个国家的不同。这也是第2个原因的所在，那就是朝鲜的未知性实在太大。据朝中社消息，2024年1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表示，朝鲜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和永远的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声称，应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完全占领、平定和收复大韩民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朝鲜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展露对韩国的敌意了。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朝鲜官方就公开宣布不再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同族兄弟，放弃长久以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奢望。当然，朝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最主要的诱因还是美国的逼迫。在美日韩3国频繁挑衅的背景下，朝鲜只能被迫走出这一步。但不管怎么说，朝鲜半岛如果因此走向战争，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协议是一份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韩国一方都没有参与签署。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公开叫嚣，韩国不认为有义务遵守停战协定。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现在的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暂时停战状态。如果现在双方有一方动手，战争随时都可以再次开始。而在半岛问题上，中国向来提倡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维持半岛的稳定。正因为这样，中国不能像对巴基斯坦那样给朝鲜提供武器。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遗忘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不出售给朝鲜军事装备，却忽略了朝鲜到底会不会要。而如果熟悉现在朝鲜的情况，就算中国想将一些先进的装备卖给朝鲜，朝鲜也大概率会拒绝，除非中国白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朝鲜是真的穷。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歼 10C 型战斗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朝鲜说不眼红，那肯定是假的。毕竟现在朝鲜绝大多数的战斗机仍为苏联时期进口的苏25和苏7这些第一代、第二代战斗机。然而韩国军队在美国的武装之下，已经普遍装备第三代战斗机。于此背景之下，本来就担心遭到侵略的朝鲜，显然会非常希望进口一些新的战斗机来提升自己的空军力量。不过，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朝鲜就算要进口中国战机，大概率也不会选择歼 10C， 而会选择中国空军退役的歼 10A。是因为歼 10A 更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歼 10A 更便宜。目前虽然中国并未公布歼 10C 的具体出售价格，但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其造价起码在5000万美元以上。而歼 10A 虽然同样没有明码标价，但通过此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的消息，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枭龙 Block 3战机并不会超过4000万美元。因此类比之下，歼 10A 的价格大概率也会和枭龙 Block 3战机相差不大。购买歼 10A 对于朝鲜来说，显然压力会小很多。现如今，朝鲜的贫穷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常年的先军政策影响下，尽管朝鲜在军事实力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国内经济实在有些不堪入目，与南边的韩国更是比都不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朝鲜政府再花费高额的价格购买中国武器装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俗话说得好，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让中国免费把武器送给朝鲜，那也不符合常理。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把武器装备卖给巴铁，也不卖给朝鲜的情况。